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无名后劲十足，拒绝快餐内容，用艺术感演绎谍战的惊心动魄。在春节档票房预测中，无名早早的就被标上的炮灰标签，因为导演程耳拍摄的电影风格属于小体量精品电影，从传统的观影氛围上来说，并不适合合家欢这样的过年氛围。但这一部在春节档前期几乎没有宣传，也不建议剧透的电影《无名》，不光在春节预售票房中比《流浪地球2》更早破亿，而且在实时票房中趟过第一波低潮，自1月27日起票房开始逆袭，续足了后力。导演程耳的作品不多，但每一部电影都有较高的品质。第三个人边境风云、罗曼蒂克消亡史都在走强烈的个人品质电影路线，喜欢用黑色悬疑风格和非线性叙事方式来讲述电影故事。程耳说，我始终认为文学是电影的土壤，文学修养的高低，大致决定了未来电影的好坏。也强调过，电影有自己独有的语法，基于某种认知和美学之上。要懂得区分电影与其他视频类产品，这很重要。从他这些采访语录中就可以看出，他的电影注重文学性，有一定的观看门槛，同时坚持自己的电影必须有独特的语法和拍摄美感。电影《无名》也是如此。电影是谍战主题，故事线其实并不算复杂，说的是1941年后汪伪政府、重庆方面、日本间谍和我党中共特科在上海相互周旋，获取情报的故事。相对于一句话就能概括，不算新鲜的电影主题，导演程耳将精力都放在细节方面，更关注每一个角色的人性刻画，以及每一帧画面的准确展现和输出。个人很喜欢无名的电影画面，比如说开始时有一段轰炸广州的俯拍镜头，镜头中密密麻麻的城市全景，通过有一个下俯拍占满屏幕，然后在这个大氛围下，再拉到被战火摧毁的城市小道，着重呈现拉着遇难者尸体的几辆大车，由大转小，悲凉的氛围立马就从心底涌现出来了。还有在展现日本轰炸机那一段，用了一个明媚的碧海全景，明明是一个赏心悦目的艳阳天，却被海面上投影的轰炸机破坏，如同当时花团锦簇的上海，空中总凌驾着让人寒心的阴霾。还有一场屠杀的戏，一群被聚拢的平民百姓，在倒数之中茫然着，紧接着就迎来将他们淹没的漓江。讲真，这个桥段比我看的一些纯粹战争片都有感染力。前1个小时的故事非常零碎，这也是不少大众大呼看不懂的原因。导演程耳擅长将一个顺畅的叙事故事打乱重组，再放在观众面前，观众要有一定的组织力和逻辑性才能看懂，如同在看一个迷宫地图，要我们自己理顺路线，才能找到最终的出口。在独特的叙事之外，程耳作品中的角色总是特别有欲望，特别生活化。比如说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，他花了5年的时间潜伏在汪伪政府情报机关，明面上为汪伪搜集我党的各种情报资料，事实上一直利用自己的身份策反敌人，获取情报和诛杀汉奸。他初看就是一个反派，下手果决狠辣，劝降时煽动性极强，还是个相当油腻的男人，但事实上的他谨慎细致，与自己实际上的妻子陈小姐合作，5年内都在进行暗杀行动。他们2个的互动隐秘又让人悸动，每一次相见拥抱都在暗暗传递着消息，
虽然没有大幅度的肢体表现，但抖动的嘴角、眼神间的互动，都在表露这是一对情谊深重的夫妻。必须要说，梁朝伟不愧是港星圈顶流，他连面部的每一丝皱纹都在演戏。他发现张先生不仅出卖党内情报，还夺了陈小姐的枪。紧张从眼中一瞬而过，然后故作轻松问张先生，是不是杀了陈小姐？得知陈小姐还活着后，那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太有代入感了。还有日本投降后，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在卡车上挑衅他，表面上何先生是想发怒爬上车去打他，但关门的那个镜头，何先生看着邪秘书有很多表情变换，最后眼中的那一丝欣慰高兴是隐藏不住的。梁朝伟用1-2秒的眼神转换，就将两个人心中想要表达的情绪输送给观众，这应该就是高级感的演技吧。王一博在这部片子中演技方面虽然相对稚嫩，毕竟还有着几十年的演技差异，但是他的打戏确实出众，身体的灵活度不会因为演员本人的大骨架而受到影响。特别是其中一个长镜头和梁朝伟对打的桥段，真的让人看不过瘾。在片子中，他和方小姐是一对恋人。方小姐作为抗日民间势力，其实和叶秘书有共同的抗日理想，可惜方小雪的身份只有何先生一个人知道，所以方小姐的悲剧是，她到死也不知道，这个与自己有婚约的叶秘书也是自己人。王一博饰演的这个叶秘书，更多的是用细节和肢体去表现人物，与梁朝伟用微表情表现人物是两个路数，可融合在一部同样是新老交替的电影中，却莫名契合，可见成尔对片中每个角色都进行各自的精细雕琢，让观众有沉浸在其中的欲望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